夏天我們要多吃冬瓜。今天用雞蛋搭配冬瓜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。今天花3元錢買了2斤冬瓜。接下來我們來簡單處理一下。首先把冬瓜切成小塊，這樣方便去除外皮。冬瓜全身都是寶，冬瓜皮營養豐富，富含膳食纖維、鉀元素，可以利水，煮水喝還可以緩解感冒。但是今天這道菜我們追求的是軟嫩口感，硬皮我們一定要削乾淨，裡面的瓜子和瓜瓤也要處理一下，因為瓜瓤的含水量達到90%以上，如果不處理乾淨的話，在炒制的過程中就會水汪汪的。接下來簡單的把冬瓜給下刀，冬瓜切成大約2毫米左右的厚片，我們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切太薄容易煮爛，太厚不容易入味，炒制的時間更長。像這樣的厚度就剛剛好，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盤中備用。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幾個雞蛋，雞蛋的數量也是根據家裡人口的多少來定，今天的雞蛋不需要攪散。接下來準備小把白玉菇，去掉根部，然後再切成小长段。白玉菇低脂高蛋白，富含多种氨基酸，菌类多糖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動，增添鮮味。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。因為白玉菇生長在潮濕環境，難免有一些蟲卵或者是細菌，淡鹽水有消毒殺菌的作用。把洗好的白玉菇控乾水分，放在盤中備用。做家常菜，蔥薑蒜肯定是少不了的。首先把大蒜切成薄片，大蒜可以稍微的多準備一些，增加冬瓜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同樣也切成薄片。清洗乾淨的香蔥，首先把蔥白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，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平常炒菜多一點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準備好的雞蛋直接倒在鍋裡。剛下鍋的雞蛋不要直接去動它，底部完全定型之後，稍微放動一下鍋。接下來就是關鍵的一步，把火調到最小，靠上鍋蓋，大約燜1分鐘左右，使蛋黃完全定型。這裡一定要控制好火候，不然雞蛋很容易燒焦，時間也不需要太長。中途我們要放動一下鍋，使雞蛋受熱更均勻。時間到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雞蛋的鮮香味。把雞蛋翻過來煎另外一面，我們要把2面都煎至金黃，煎出香味。這個時候的雞蛋表面顏色金黃，內裡特別的軟嫩，看着都有烤水的感覺。我們直接把雞蛋放在案板上，然後簡單的給下刀，把雞蛋切成大約2公分左右的小長條。雞蛋切小塊一些，這樣方便後續的入味，同時也方便家裡面的老人和小孩食用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煎雞蛋我們最好是用菜籽油或者是豬油，這樣煎出來的雞蛋香味更濃郁，而且顏色更好看。另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着把冬瓜倒在鍋裡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冬瓜表面的水分煎乾，煎出香味。夏天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时候，而且價格也非常的便宜。我們這邊才0.7元1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呢？因為冬瓜的含水量達到80%以上，靠上鍋蓋，開小火，大約燜2分鐘左右。這裡不需要額外加水，冬瓜會自己
滲出汁水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我們簡單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蠔油，小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加入胡椒粉增加香味，加入小半勺玉米淀粉或者是紅薯淀粉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提前調好料汁，這樣可以節省炒菜的時間，在炒菜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掌握好火候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冬瓜的清香味。冬瓜熱量極低，富含維生素 C 和鉀元素，清淡補水，老人和小孩都適合吃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蔥薑蒜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輔料炒出香味。为了使冬瓜更好的入味，往锅中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我們要把冬瓜燜煮一會兒，水的量千萬不能加太多，沒過冬瓜1/2就可以，大約煮1分鐘左右，煮至能夠用筷子輕鬆的插入就可以了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白玉菇和雞蛋全部倒在鍋裡，提前調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所有的調味料充分的和料汁完美的融合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開大火，把湯汁收至濃稠，不要保留大量的湯水，湯汁收緊，味道才能牢牢地裹在食材表面，吃起來更香。一道營養又美味的冬瓜炒雞蛋就這樣做好了。這樣做出來的冬瓜軟嫩多汁，雞蛋吸滿了鮮汁，白玉菇脆嫩爽口，雞蛋補充優質蛋白，冬瓜低脂清爽，白玉菇增添菌類的營養，搭配均衡，清淡不油膩，配米飯特別的下飯。喜歡清淡家常菜，今天這個做法一定要收藏起來，這樣炒出來的冬瓜不出水，更入味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點我頭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